直到看到路人镜头下的岳云鹏，才明白他凭啥得众人喜爱。说什么无奈，说什么天安排，命运应该自己来主宰。近期，月月录制了一档节目，期间需要与观众互动，阿姨直接伸手将月月拉到了她们这帮姐妹中间，而月月也表现得落落大方，与阿姨们跳得十分欢快。这一幕也被一旁的路人给记录了下来。看到这一幕才明白，她凭啥能得到这么多观众的喜爱。此前冬天的时候，月月参加了孙悦的一档餐厅类节目，粉丝得知了这个消息后，专门赶到现场蹲守月月。月月听到门口有自己的粉丝，她赶紧穿上衣服就跑了出来。冷不冷啊？哎呀，冷啊，就拍一会儿就回家吧，好吧？看到你就不冷了。对，确实太冷了，这个大家别感冒了。最近月先是配合粉丝拍摄，让他们不白来，随后又劝说大家赶紧回家，外面天气太冷。不得不说，月月总是时刻将粉丝记在心上。德云社的演员与娱乐圈不同，他们从来不高高在上，看不起粉丝，反而会将大家当作朋友。此前在某场演出中，月月现挂调侃了台下的一位大妈。大妈平日里应该极少听相声，所以不太懂相声演员的表演形式。当时有些变脸，月月及时发现了大妈的情绪不对，于是他立马给她下跪道歉。随便唱是吗？您想听什么呢？大妈生气了？大妈。听到全场的起哄声，大妈也意识到了月月并不是故意不尊重她，于是笑着向月月摆手。最后大妈点了一首歌，月月为全场演唱，可以说对待每一位观众，月月都上心极了。她不会让自己的任何一位粉丝生气而归，而每次月月去演出现场，门口总是围满了她的观众。若是换做其他有些演员，恐怕会直接视而不见，冷漠入场，但月月却十分热情地与观众打招呼。哇，过来了！哇，小月月，哇！小月月好可爱。月月摘下帽子向粉丝挥手鞠躬，活该她能火这么多年。岳云鹏成名后却不敢回老家，我一般都会让我这个做晚饭，一般都会做晚饭。可能我的车有的人认识吧，不知道咋回事。我只要是我弄了一锅，那立马电话都响，回来了，喝点吧。据月月解释，自从成名之后，她几乎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老家一趟。近几年参加春晚比较忙碌，所以有的时候她甚至一年都回不去一次。有不少人借此嘲讽岳云鹏是彻底飘了，连老家都不回了。但实际上，月月是根本不敢回。每年月月都打算低调回家，但不知道消息是如何泄露的。即便她已经绕过了当地县城，依旧有不少认识的、不认识的给她打电话。甚至有一次，月月还受到了对方的威胁。这一年，月月返回农村老家，屁股还没坐热，立马接到一个陌生来电，对方张口便问你回来了吗？一会儿我们就到了，语气中是说不出的亲昵。可看了手机号，月月确定自己不认识这个人。没过多久，门口便传来了敲门的声音。月月打开门之后，立马闯进来了一群人。为首的大哥一把搂住岳云鹏，小声对他说：“咱俩不认识，但后面的都是我的朋友，你给哥们儿一个面子，和他们拍张合照。”月月见状简直吓坏了，颤颤巍巍的与这帮人拍了照片，然后将人送走。有了这次的经历之后，岳云鹏更不爱回老家了。除了这些根本看不见的，还有一些与月月沾过边的同学也跑来请他吃饭。回家以后，我不瞒各位说，就是各种人呢请我吃饭，好几年没有见过的同学都发了短信打了电话，说一定要请我吃饭。月月过年回家只想陪陪父母，但却有一群人追着他请他吃饭。如果月月不去，对方就会到处说他坏话，还会吐槽他耍大牌。所以自此之后，月月就极少回农村老家了。而除了这点原因之外，月月不愿意回去也是真不爱种地了。月月小的时候家里就靠着种地为生，他明白种地的辛苦，所以也从来不向往田园生活。前几年月月回老家还会被母亲喊去陪着弟弟下地干活，或许是为了躲避农村劳作，所以月月更少回家了。岳云鹏做梦也没想到自己随便认了一个干妈，竟然是上市公司女老板，恐怕就连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。我给大家重新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上市公司家的干儿子。这期节目中，月月等人来到了无锡的一个小区蹭饭，凭借着超高国民度，月月很轻松就得到了一位主人家的邀请。一进大门，大家就发现这户人家并不简单，不仅房屋很大，就连内部装修也是低调又奢华。这家的女主人是一位大妈，她这一辈子没儿子，但
却生了3个特别出息的女儿，全家氛围也是特别的好。而对此，大妈也当即分享了一个秘诀，那就是宠女婿。平日里女儿回家，大妈从不格外做饭，就带着女儿吃剩菜。但如果女婿回来了，大妈立马下楼买菜，并且给女婿做他们爱吃的，因为她知道只有哄好了女婿，她的女儿们才能过得好。这样家庭环境让月月十分羡慕，她开玩笑似的说自己也想做大妈的女婿，可惜大妈没女儿了。原本月月只是一句玩笑话，但她低估了大妈对她的喜爱。做儿子行吗？干儿子吧，干儿子给我买菜，干儿子给我买菜。就这样，月月莫名其妙地认了一个干妈。随后，雷佳音在聊天过程中意外发现，他们这个家族实际上并不简单。当问到他们的工作时，大孙女是这样回答的：大家都是在家族企业里，这个就是财务主管，这个就是经理，对吧？这个就是在分公司的管理者。最大的领导是小姨夫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能这是最大的领导。在17年，33版上市了。原来他们家有一个上市公司，而大妈正是公司的女老板。谁能想到月月只是随便认个干亲，居然都能认到上市公司家里，看得其他几位嘉宾羡慕不已。其实对方之所以看中月月，也是因为月月人品够好。虽然如今已经翅膀硬了，但月月从来没有忘恩负义离开师傅的想法，并且在他成名之后还能不忘初心回馈家人，不仅给弟弟盖了新房子，还给5个姐姐在县城买了楼房。这样有情有义又孝顺的月月，谁又会不喜欢？